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100岁长寿老人在平时胃口不好，上酸水的时候就喜欢吃花生，一吃上就好。以前牙齿好的时候，他自己吃生花生，现在没有牙了，家人就给打碎放在那里，想吃的时候就用勺子吃点。家人说母亲吃花生很多年了，已经养成习惯，每次虽然吃的不多，但是1个月也能吃3-4斤，所以家人一直认为母亲长寿的秘诀就是吃花生。1. 花生适当吃，好处多多。花生又有长寿果的美誉，相比其他坚果，它不仅价格实惠，含有的植物蛋白、烟酸、维生素 B1 和膳食纤维等的含量很高。花生有些人还是有个顾虑，脂肪含量非常高，担心吃了会发胖，反而不利于控制体重、血脂。不过最新的一项研究则为大家解决了这一担心。近日，国际营养领域权威期刊《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》发表的一项研究称，花生代替等能量的精制物制品，可以在不增加体重的情况下，显著提高代谢综合症的逆转率。所谓代谢综合症，是指人体发生代谢紊乱的病理状态，比如腹型肥胖、血糖高、血脂偏高、甘油三酯偏高、高密度脂蛋白、胆固醇偏低等。它们是导致2型糖尿病、高血脂、心血管疾病等的危险因素，同时也是逆转和遏制发展为这类疾病的重要窗口。1. 花生代替主食，帮助逆转代谢综合症。营养与健康研究所招募了224名具有代谢综合症或高风险的志愿者，志愿者被随机分配到花生干预组，共113人或对照组共111人。在12周的干预过程中，志愿者在晚餐和午餐前1个小时分别食用1小袋28克的轻盐烤花生或与烤花生等能量的白米糕，其他饮食不变。最后结果发现，花生干预组体重有降低趋势，且代谢综合症是对照组的 2.33 倍。2. 花生代替部分红肉，稳定血糖。另外还有研究发现，如果在饮食中食用1份花生来代替部分红肉，患糖尿病的风险能降低 21%。 这是因为花生能够减缓人体对于碳水化合物的吸收，特别是早上吃些花生，能提高饱腹感，又能防止升糖过快。3. 减缓甘油三酯水平升高。一项美国营养学教授的实验研究显示，总的饮食一样的情况下，食用花生的人比没有食用花生的人，其饭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降低 32%。 可见一定量的花生有助于防止甘油三酯快速升高，从而有利于血管正常扩张，降低斑块形成的风险。所以对于有代谢综合症或者是已经形成相关疾病的人群，日常可以用花生代替部分主食或红肉，但量要控制在20克以内，且不要吃糖的、油炸的。2. 3种吃法利血管、减重、稳三高。第一种吃法，煮花生。煮开的花生不但非常容易被身体消化和吸收，花生的红衣还能抑制游离脂肪酸在人体内溶解，并能推动血细胞再造，进而可提升毛细血管的收拢作用，合理的预防血小板低和渗出性病症。除此之外，清煮花生还保持了花生中原有的植物固醇、香树苷和白藜芦醇等的绿色植物活性物质，这种化学物质能合理的防止缺乏营养。第二种吃法，吃花生芽。这种花生芽指的是人工发芽的，而不是花生储存时间过长或者储存方式不当受潮产生的花生芽，这是不能吃的，大家别搞错了。
花生芽中的脂肪含量比原来的低，但维生素含量增加了，其中有一种叫做白藜芦醇的物质，含量非常高。适当吃花生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预防多种心血管疾病有好处。花生发芽之后，大部分蛋白质被降解为更容易吸收的氨基酸，脂肪因为被消耗而含量降低，维生素含量却大大提高了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花生芽中的白藜芦醇比花生本身可高出100倍，比葡萄酒高出几十甚至上百倍。白藜芦醇对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预防都有好处，尤其是对激素依赖性肿瘤有明显的预防作用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这里的花生芽是人工发芽的花生，而不是因为放置太久受潮导致的霉变花生，那是绝对不能吃的。第三种，醋泡花生。醋本身就是一种能降血压、降血脂的调料，尤其是酿造成醋，在所有调料中保健效果是最好的。在醋的浸泡下，花生中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保留概率非常高，同时可以软化血管，起到一定的降压、降脂作用。花生衣被忽视的营养成分。花生衣有止血、凝血的功效。花生衣是花生种子外表皮的那层红色种皮。花生红衣含花生素、吉儿茶素等成分，能对抗纤维蛋白溶解，可减轻出血，缩短凝血时间，促进骨骼造血机能，增加血小板含量，改善血小板的质量，对于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疾病有辅助疗效。但对于跌打损伤、血脉抑制者则不适合吃。花生虽好，但5类人吃会雪上加霜。过敏的人，花生中含有过敏原，部分对花生过敏的人，一旦误食，很容易引起过敏症状。脾胃虚弱者，脾胃虚弱的人消化能力比较差，本身就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的问题。花生中含有大量脂肪，患者吃完花生后容易引起消化不良，导致腹泻，给身体带来负担。胆囊切除者，花生含有的脂肪较多，而花生的消化和吸收过程中，胆汁起着重要的作用。对于胆囊切除的患者而言，无法储存胆汁，会给消化系统带来一定的负担。高尿酸痛风患者，花生含有大量嘌呤，每百克花生中嘌呤含量高达 96.3 毫克。使用嘌呤过量在体内代谢后，容易生成大量尿酸，诱发高尿酸血症、痛风发作的风险。慢性肾病患者，花生是高蛋白食物，蛋白质含量高达 25% 到 35%，而蛋白质的代谢和重新吸收主要由肾脏负责。对于肾病患者来说，特别是肾小球过滤功能已经受损的人来说，大量蛋白质反而会带来较大负担，容易诱发蛋白尿，进一步加重病情。所以食用的时候要把握好度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是多多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